大禹帝君眯眼笑着，静等李长寿回答，也未催促。李长寿坐在那儿思考良久，心底泛起了百般的念头。片刻之后，李长寿有些谨慎地道了句：“不劝。”大禹的嘴角轻轻抽搐，笑骂道：“嘿嘿，我问你如何劝，你却说不劝，答非所问矣。”李长寿的心底暗赞，这个人皇虽然退休了，但是也丝毫不糊涂，也并非是那么容易被自己带偏节奏的。前辈，晚辈不能劝，也不应去劝，还请前辈听晚辈详细道来。讲。任你能说得天花乱坠，若是讲不出个道理，今天这一关你也过不得。说实话，做人皇时，能言善辩者我已见识了不少。晚辈不敢。李长寿含笑点头，开始了自己的一辩。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问题之外。基本答案是这样：天道不以人族的意志运转，应当是人学会去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人也是天地的一部分。且灾年丰年都是天数，人有生老病死，旦夕祸福，天道有恒，不可轻破。接下来呢，也可以稍作延伸。人无法决定天灾是否降临，但人却可以抗争天灾，以人力度灾祸。随后呢，深挖利益。人族此时是天地间的单一主角，应当时刻保持警惕，自强自立，借天灾以磨砺自身，避免被其他的种族取代了主角之位。最后再以人教理念点睛一句：人法天地，道法自然。自然并不是一味的温和，也有残酷与暴烈。人族应当学会敬畏天地，才能够长盛不衰，永为主角。一篇退休人皇殿试满分答卷就这般出炉了，甚至还可以搞一个公式套其他的内容进去。李长寿的话语刚落，大禹却是眉头紧皱，轻叹了一声。见状，李长寿也不免有些忐忑，问道：前辈，晚辈可是有言语不当之处？你答得十分不错，就是有些过于标准，像是此前就备好了答案，让我不好评价。大禹沉吟两声，算你过了这一关。第二个问题，若有一天天帝想要下凡，去红尘之中行走，体会人族百态，你是阻拦还是助力？回答阻拦还是助力就行啊，不用多说话，头都挺大了。李长寿闻言一愣，随之便道：不多管，此事乃天帝自己所想，与我并无关联。很好，第三个问题，假若你被自己夫人因为一点小事就臭骂了一顿，你是该原谅他，还是该反击回去？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李长寿几乎脱口而出，但是随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的简单。第一个问题，看似问的是天地降天灾，实际上问的是人与自然。第二个问题，看似问的是天地与人族的关系，实际上暗有所指，应该是伏羲大佬算到了玉帝陛下会下凡体验人生，不然封神大战中的杨戬，玉帝外甥的根脚从何而来啊？玉帝必须是在凡尘之中轮回修行，才有可能回天庭时带回去一位妹妹嘛。这第三个问题看似是很家常的一件事，即丈夫被妻子臭骂，实际上问的是应该是人族内部之间母系族群与父系族群存在的矛盾问题。李长寿沉吟几声，道一句：反击，而且必须反击。大禹帝君精神一振，口音又隐隐冒了出来，却压低了嗓音问：为什么这般坚定啊？
自女娲圣母造人，各位先贤定下婚配嫁娶之时，男女之间就该是平等的。男子身强体健，多劳作，供应一家男女之时；女子孕育新生，多细腻，也会帮助男子劳作。两者共同养育孩童，故此人族才可以繁衍不息。无论是哪一方太强势，都会造成阴阳之失衡，而一家不稳，家家不稳，则部落不稳，族群危矣。所以说，如果遭遇不公正之待遇，就该合理的反击，以维持阴阳之均衡。大禹那双大眼睛顿时满是亮光。道有所言，大道之理。不错，夫妻本就该相敬相重，我还是昔日之人皇，治理九州大地，如何能在退位之后被一妇人每日破口大骂？李长寿这老神仙指导人的表情顿时有些凝滞。这帝君什么情况？大禹站起身来，身形魁梧结实，一把拉住李长寿这个指导人有些单薄的胳膊，笑道：走，道友随我去，我今日当着道友的面好好的说道他。这位退休的人皇话语突然就愣住了，额头冷汗涔涔。大泽方圆数百里忽然就天昏地暗，李长寿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却见100丈高的空中一抹倩影静静而立，对着下方的小舟上的2个人张开右手。大禹虎躯一震，高声喊道：夫人切莫动手，有客到。哼！就听云上一声冷哼，李长寿就感觉自己这一具指导人身上的仙力停止运转，而面前的大禹帝君瞬间就蒙上了一层石化之色。不等李长寿有任何的应对，已是与大禹齐齐化作2尊石像，衣袍宝囊都无例外。云上的那个倩影随之就消失不见了，天地恢复清明，下面2个男人在心底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片刻之后，一阵清风拂过，水面荡起了微微涟漪。半个时辰后，2对鸟儿路过，在大禹帝君和李长寿的额头各自停留了一阵，随后展翅飞走。那个……李长寿的心底响起了大禹的嗓音：海神呐，对不住啊，连累你了。前辈，那位……我家夫人这不是治水的时候亏欠了他吗？我也不好真的对他发火啊。大禹咳了2声。他这神通啊，3天自行可解。海神你着急吗？着急呢，我就出手把咱俩救出来。不急不急。李长寿心底一阵抽搐，还好自己的心神无拘无束，与大禹尬聊了几句，就留了部分心神在此地。这时还是不能跟大禹帝君多交流，这应该是大禹帝君最尴尬的时刻之一。于是李长寿对轩辕前辈更加钦佩起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据传轩辕皇帝就是北俱泸州大玄龟转世，有撑天的功德，洪荒生灵都欠了他一份因果。换作旁人，那般福缘定然是消受不起。与大禹帝君共患难的第2日晴，小琼峰上，李长寿正守着丹炉炼丹。此前寻宝指导人团在中神州搜寻落宝铜钱下落时，主要目的没有达成，其他的小目标倒是都达成了。洪荒灵宝录自然不用多说，这个没什么实际价值。李长寿还搜罗了一些灵草药草，已经能够着手准备炼制感悟类的丹药，帮助万林云老爷子和师傅突破瓶颈。因要时刻关注火云洞那边，李长寿也不敢多分心，只敢在此地琢磨丹道。正无聊时，突然察觉到了后山棋牌室传来了一股轻微的灵气涌动，似乎有谁突破了。李长寿的仙识立刻看透了层层禁制，看到了浑身闪耀灵光的灵娥。此时灵娥身周飘出一朵朵8瓣瓣的半透明莲花，
他玲珑有致的身段更显迷人，修为距离归道9只差1线。李长寿却是略微皱眉，火候还是不足，道基还不够稳定，自身之道模糊不清。在他能善用渡劫大礼包的前提之下，渡劫成功率大概就只有9.75%。那一份大礼包可比李长寿当年给自己准备的要强力许多了。看来还是有必要弄一次修行训练营。不图你渡劫飞升，但是一定要活下去啊，灵儿。轻点，道友轻点啊！大泽角落悬浮的仙山上，2道身影正蹑手蹑脚、鬼鬼祟祟地朝着山顶进发。前面那位魁梧壮汉已经脱下了蓑衣，短衫长裤颇为朴素，但是自身不经意间散发着的威严，让人绝对不敢有小觑之心。这可是分了一丝鸿蒙紫气的大佬啊！壮汉的身后，李长寿的老神仙皮指道人缓步跟着，已经将献给大禹的礼物单独备好。东木公准备礼物时，自然是分成了8份。天庭此时再穷，面皮还是要的，不可能让海神提着1份礼物来见8位人族先贤。就是当前这般情形，远远超过了李长寿的预期所想。他当真是想问大禹前辈一句，何必呢？非要拉着他来家中坐坐干啥呢？大家对这种事心照不宣，微微一笑，过去也就过去了，何必要强撑面皮呢？胆战心惊地路过了几处阁楼之后，李长寿跟着大禹帝君进了几层大阵，到了一处山间别院中，2个人齐齐松了一口气，对视一眼，各自中气十足地大笑2声，全当刚才无事发生。请！大禹举手投足，当显帝君霸气，大手一挥便是一句：寒舍简陋，莫要嫌弃，今日你我共患难，当为知己矣。这是想封我口？李长寿顿时苦笑了一声，自己哪怕跳出去到处对人喊人族大禹帝君惧内，天天被自己夫人涂山氏骂哭，这也没人信吧？啊，前辈放心。李长寿低声道，晚辈此行无所见无所闻，只知前辈神通广大，爱护妻侣，实乃我辈男儿之典范。大禹顿时眯眼一笑，叹道，怕就是怕，不用这般委婉，我欠了他，这都是应该的。言罢，大禹放下竹竿鱼篓，将蓑衣挂在一旁，便让李长寿去树下石桌处稍等。不必拘束啊，在这小院没什么规矩。啊，多谢前辈款待。李长寿拱拱手，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的木椅上，等大禹帝君一同喝茶。能和大禹帝君打好关系，对于李长寿而言，自是百利而无一害。顺便，李长寿开始打量这个小院各处的杂物堆。一旁角落中斜放着一只石碑，石碑旁摆放着一根锈迹斑斑的铁棍子，侧旁还有一把石斧。李长寿本来没怎么感兴趣，只是偶然看到了，但就是因为多看了这一眼，就有些挪不开视线了。啊，好浓郁的功德之力，甚至随便哪一件都是我此时所积累香火功德的数倍，而且还是纯粹的天道功德。莫非这是大禹帝君的后天功德灵宝，当年治水时的开山套装，就这么扔在角落蒙灰？换了一身长袍的大禹自屋内而来，顺着李长寿视线看去，顿时笑了笑，张手一射，那根铁棍子到了大禹的手中，被大禹端着向前走来。给！大禹哈哈笑了一声，封口之用。此物是我当年测量水位用的尺子，没什么大用，就是可大可小，坚固不易毁，有一份功德在其上。将此物放在家中，
支一下房梁，撑一下帐篷也是不错的。李长寿满头的黑线，定海神针，我拿这玩意儿做甚啊？我堂堂天庭海神，总不能用这老神仙的模样拿着一根棍子跟旁人厮杀吧？难不成我拿了这个东西，将其上功德抽出来，再炼制一番，刻上如意金箍棒5个字，送到龙宫之中当个摆件儿，给某只说不准几万年之后才能蹦出来的猴子用？而且西游劫难8成也是圣人算计，大教之争，定海神针这东西是真的不敢乱动。我现在缺宝物不假，但也不是什么宝物都想拿呀。这种大因果之物，李长寿绝对是顾此不收。使不得，晚辈怎么能收这般重礼呢？莫要挖苦于我，我来火云洞时将能留给同族的都留下了，只带了这几样沾了功德的宝物过来。如今我也算修道有成，功德于我也没了太多用处，拿着吧。怎么，你还想要我开山斧不成？那可是我之兵刃，杀伐用的宝物也不能乱赠啊。更何况这铁棒和开山斧都是当年太上老君前辈所赠，今日送还给人教弟子，那也是一场缘法。这棍子咋的就不是杀伐宝物了？你搁这儿瞧不起猴子呢？李长寿笑道：前辈，晚辈这次来时带玉帝前来，不便接前辈所赠之宝。此地没有什么人皇与天庭大臣。大禹将这锈迹斑斑的铁棒扔到了李长寿的面前。你看上就拿着，若是嫌弃呢，就不拿。说完，大禹笑眯眯地看着李长寿，俨然若是不收这封口费，今天这事儿就没完。可是这根棍子我当真是……前辈，您能换一件吗？李长寿心念一转，顿时就有了应对之法。